好，接下來在軍事議題上特別要關心到是殲10C現在爆出碾壓了台風戰機，那麼央視瞞了2年，是在這個時候終於正式的宣告了，當時的成績是以9-0完勝哦。那麼中東的軍購市場也因為這樣子的一個戰機，開始出現了翻天覆地的改變，碾壓了西方戰機它的這個售出哦。那麼我們今天要來看到的是中國大陸的軍武是不是又把西方神話給打穿？因為來自於外媒特別做了一個披露，事情其實回顧2年前，當時發生在2024年卡達的聯合空演當中，中國大陸的殲10C是以這個9-0碾壓了台風戰機哦，打出了一個壓倒性的勝利。那麼比的項目包括在超視距空戰是4-0，那另外還有一個是近距離格鬥，這個是5-0，所以總共的比數是來到了9-0完勝。關鍵來了，這一次呢，台風戰機它出動的還是這種高階升級版本的，也就是配備有比較好的雷達等等，但是殲10C還是完勝了飆風戰機。我們特別也要來看到這個台風戰機之所以如此的重要，而且具備有它的地位，就是因為呢，它是英國、德國、意大利、西班牙聯合研制的4.5代的戰機。那這一次呢，殲10C完勝了它，還有什麼呢？殲10C上次在印巴的空戰當中也完勝了飆風，所以說呢，歐洲的雙戰機都輸給了殲10C。今天節目一開始特別請教委員如何看這一場這個飆風對上台風戰機這樣子的一個戰果？是我們當然看到了很多軍事專家針對這樣的一個結果做出了一些這個評估啦哦，但是當然。幹哥是專家，他待會兒一定會有更深入的分析。但是我看到的資料就很簡單嘛，就是剛才這個思明講到的，遠距作戰跟近距作戰。那遠距作戰之所以殲10C可以壓制到這個台風戰機，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殲10C的航電跟雷達系統，他們說叫做跨代壓制哦。為什麼要這樣講呢？是因為這個所謂的這個台風戰機哦，它雖然有 AESA 的雷達，但是當時啊，我們現在講的是當時在做這個相對的這個演習的時候，事實上在那個時候。這個整合的效率還是太慢了哦，所以沒有完成整合的情況之下，如果你相較於我們看到的殲10C它的有源相陣控雷達，那麼它可以做到遠距離發現哦，那麼遠距離發現當然就可以遠距離攻擊，那你更不要講到說，如果你看這個台風戰機，它用的叫做流星遠程空對空的飛彈哦。但是殲10C它用的是我們都知道的 PD-15的這個飛彈 ，PD-15的飛彈射程可以到300到400公里哦，因為它是2階段式的點火，所以呢，你的雷達系統比人家好，你遠距離就發現了，然後你的這個遠程的空對空飛彈又比人家強，那麼當然在這個過程當中你可以得到4-0的優勢。那在近距離的這個空中纏鬥的過程當中，其實最主要的有2個因素嘛，第一個因素就是殲10C的大三角翼加上壓翼的這個布局設計。所以讓它在空中纏鬥上具備了優勢，在所謂的這個中低音速的這個纏鬥裡頭，它都可以有效的發揮它的功能。那更重要的一點是，殲10C的這個駕駛員哦，他所配備的叫做頭盔顯示發射系統。這個頭盔顯示發射系統是這個優於所謂的傳統的這個頭盔的控制器咯。所謂頭盔顯示發射系統，號稱的就是你看得到你就打得到哦。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它在配備它的這個 PD-10的近距離的空對空飛彈哦，那麼當然取得5-0的這個戰績，也並不令人意外哦。那外界會說，為什麼這個時候才公布出來呢？大家想想看，如果我從另外一個角度上來分析，大家就可以理解了哦。就當時是在卡達的這個航空展上，卡達買的是台風戰機啊。如果當時的這個結果就公布出來了，那卡達的面子要掛在哪裡呢？他買了一個戰機，然後戰機是9-0被人家 KO 掉了，所以當時一定是把這個消息先壓下來啊。然後第二個，這還要兼顧到西方媒體啊、西方國家的面子問題啊。你看看這個台風戰機是英國號稱英國的這個頂尖戰機，在這場這個空中較量之中9-0被 KO 掉，你說歐洲國家他們的面子上怎麼掛得住呢？所以你又要考量這個賣方歐洲國家的面子，你要考量一下買方這個地主國卡達的面子，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這個消息當然就暫時被壓下來了嘛。好，所以說也就是因為這個消息後來出現了之後，我們就看到在整體的軍火市場開始出現了翻轉，也就是這個中國大陸的軍武會賣得更好。等一下會請苑老師來帶我們看。不過呢，這一場這個空戰，其實大家在看說，關鍵點就是說它已經不再是單純這種體系化的作戰，而是現在是純戰
戰機之間的一個空戰，所以呢，就是因為它是純戰機的空戰，我們要來比較兩台戰機它們的一些小檔案，就是說它們各自具有什麼樣的優勢。好，我們先來看到，因為我們 CG 把它整理出了一個比較格式化的模式哦，包括我們先來看到的世代都是4.5代的多用途戰機，再來雷達系統呢，殲10C 這邊是用主動相控陣雷達，空戰的飛彈來說，殲10C 是使用霹靂15遠程的空對空的飛彈。我們先來看到，其實呢，總設計師殲10的總設計師直接點出了說，到底這一架飛機有什麼亮點？簡單來說，他提到了有壓式的布局設計，可以保持高速的機動跟穩定度，還有就是它的武器掛載能力可以達到40多種，可以做空戰、對地還有對海全部都覆蓋。再來就是先進雷達，可以做遠距的探測、抗干擾跟多目標鎖定，也就是這樣，所以可以達到今天9-0的成績嗎？那幹哥怎麼看？好，我們看到殲10跟台風戰機之間的較量，這件事情發生在2024年，也就是說是在那個印巴空戰更早的时候發生的。所以為什麼消息都一直蓋住呢？為什麼不出來呢？好，現在我們就要講，剛才大千講的對，因為這牽涉到卡達當時買這個飛機，你如果說自己的飛機被幹掉的話，這很難看的。對，這是一點。但其實說句實在話哈，各國的演習的數據哈，並不太對外公布為什麼？事關國家顏面。另外還有一方面就是，有些是還是要有些秘密還是要保一下的，對不對？很好笑。但是它這個數據，我是覺得是可信的。問題是在於哪裡？因為不只有我們國內的媒體報，就是中國國內媒體報道，也有國際的媒體有在詢問，有一些軍武的專門網站，他有在問有沒有這場對抗，結果一直問卡達，問不出來。第一場是遠距離的作戰，遠距離那就是用飛彈解決了。遠距離的作戰，那台風戰機在面對殲10的時候，殲10是以4-0 KO 對方，4-0，這個用飛彈來解決，我覺得還可以被接受。知道為什麼嗎？因為台風用的是流星飛彈，那個是歐洲最好的飛彈。那中國也就是我們的這個殲10，它用的是霹靂15。霹靂15在當時不是那麼成熟，我寧願相信它當時用的是霹靂10才有可能。可是大家知道，模擬演習對抗不是真的把飛彈打出去，我只要 target 你知道你被我的火控雷達鎖到的時候，你看你還能不能機動？你再機動一個机動兩個機動，還是 target 你就完蛋了，就代表說你已經被擊落了。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認為遠距離4-0啊，這個我可以理解。可是到了近距離，我就不能理解了。殲10還是以5-0完勝台風，到了近距離你就不行，你就沒有理由跟我講說台風戰機你的近距離那個空戰的性能應該要贏過殲10才對。我們從數據上面看不太出來，但是我們可以從訓練上看出來。什麼叫訓練？也就是說，如果說今天是這個飛機對飛機的話，你從性能上面應該會認為說台風戰機要技高一籌。因為什麼？台風畢竟比殲10要來得晚的設計。那你說，那殲10也是最近才有新的批次殲10C 嘛，對不對？那個年代應該跟台風一樣。可是我們要看原始設計。那坦白講一句，台風戰機非常優秀，真的非常優秀。英、德、意、西班牙4個國家聯合發展的飛機，對，它不會差到哪裡去。殲10C 是後面不斷的改主動相位陣列雷達，不斷的改航電系統，全面換新，才能夠達到跟人家一起4代半的優勢。所以這個時候就要用人來決定最終的因素，人飛行員的素質。好，在這裡面你就看到了，完蛋了，卡達飛行員馬上被比下去。知道為什麼嗎？巴基斯坦的飛行員跟卡達的飛行員，你看做夢就可以想得到，巴基斯坦飛行員是打過仗的。他還沒有打印度，去年還沒有打印度之前，20年前、30年前他就跟印度天天在打仗了。還有一個是最重要的是，我要講一個 culture 文化。什麼叫文化？你知道嗎？巴基斯坦的飛行員容許你去創新，
為什麼？當接戰的時候，地面的管制官會讓你去創新，你自己知道怎麼打，你去打，放開來幹。可是卡達一般回教國家的飛行員都是戰管說打啊，打，走就走。所以不是只有這樣哦。我們台灣現在也是這樣啊。台灣只能夠飛到海峽中線，再過去的話，戰管管不到的話，給我回來。所以那個就是什麼？那就是文化的差異。那卡達飛行員他們因為就是傳統回教的飛行員，他們會印度飛行員也是這樣，也就是說他們在近距離接戰的時候沒有用到飛行員的智慧跟戰場的判斷，所以這個為什麼我們現在一直在講4個字叫做態勢感知，一直在講態勢感知，態勢感知非常重要。所以 F-35它就是態勢感知，我告訴你，你所碰到的情況，通通在電腦裡面。你進到電腦裡面去找，你要怎麼樣打這場仗？這就是為什麼這種飛機現在會搞成說全世界都在很熱很賣。是。那台風戰機它沒有辦法，它是4代半的，那殲10也是4代半的，所以這次在模擬空戰，一個4-0，一個5-0，是因為巴基斯坦的訓練本來就比卡達飛行員的訓練要來得扎實，所以今天這一場這一場模擬的結果，我會認為說。巴基斯坦完勝是可以被理解的，當然最主要的還是因為他們接受了中國的整批的教範跟訓練，而且將來會越來越精益求精，這就是為什麼他們能夠擊敗他自己的盟邦的重要的因素。而這個數據，我相信他將來還會有更多的數據出來給我們看，我們才能夠知道是在什麼樣的態勢上面能夠完全贏過對方，而不是說4-1。或是5-2之類的，是完勝，這一點非常值得探討。好，我們剛剛做了一個有關於殲10C 非常深入的戰力上面的分析，那我們也要看說，那會不會就是在這一場卡達的這個它的比賽、它的軍演當中呢，會有助於未來殲10C的銷售？等一下，請岳老師帶我們看，因為呢，其實呢，過去中東國家買的。我們知道它的戰機通常還是以西方系列的為主，不管是買它的 F-16、F-15或者飆風、台風等等，所以大家就在看說，再加上上次還有這個印巴空戰啊，是不是等於說殲10C未來會成為中東國家的另外一個選擇？那岳老師怎麼看？我手上有這個殲10的照片，這個是在1年多以前啊，請大家記住啊，到成都一定要到成都飛機公司裡面去看殲20。殲17也就是梟龍，還有殲10都是那邊生產的，還有很多很可怕的無人機，看起來都非常大，非常厲害啊！我這邊先要強調一下啊，這個消息2年公布啊，我記得5月8號我們就坐這邊，就我們3個人，那時候講到說，不得了，我們這個法國的飛機叫飆風戰機，聽起來名字很酷啊，結果居然被打掉3架，後來才知道是被打掉，還有其他的飛機被打掉。那個時候的話，大家都覺得有點不可思議，請大家記住啊，這裡面的事情在卡達辦的一個展覽會，就是要試驗的時候啊，叫巴基斯坦去的時候呢，這是2年前的事情，根本看不出來巴基斯坦的實力啊，因為卡達啊，還有這個沙特啊，還有這個阿聯酋啊，他們不但買的西方飛機，而且買最新的，錢多嘛，對不對？那這個台風戰機的話是英國、德國、意大利跟西班牙合出的以後，這個飛機本身呢，他們這個打的是9-0的，不是真的把飛機打下來，這個一定要講清楚，這個是純粹一個比較實力的話呢，超遠式距離環節的時候，啊，這個殲10C是以主動相控陣雷達啊取得5-0的優勢，就是說他們一飛起來的話呢，台風戰機都沒對手。另外近距離格鬥啊是4-0啊，合起來叫9-0。那為什麼沒有公布呢？剛剛大仙跟那個幹哥講得非常清楚，因為卡德要求不要公布。這裡面實際上啊，我就要說到巴基斯坦的3大優點。第一大優點，真的就是有實戰。我跟你講，巴基斯坦的飛行員的實戰經驗，搞不好比解放軍的飛行員的實戰經驗還多。因為你這種飛機啊太複雜了，你不上空去跟人家對一對，你不知道厲害。然後第二個的話呢，巴基斯坦呢有一點是非常那個把那個这飆風戰機打掉的那個飛行員是女性哦，她沒看到。他那個飛彈一發完他就走了，這個是非常厲害。然後第3點的話就是說，巴基斯坦這一下打得不得了，整個國運都打開了。現在印度一塌糊塗啊！現在印度大家就覺得說，哇，去印度投資跟去垃圾投資差不多，你知道嗎？啊，就是你感覺上都是完全不行了啊？為什麼呢？但是印度本身買的那個飛機飆風戰機的話，對法國來講，法國也不高興啊，對不對？還沒用就已經被打成這個鬼樣子啊！所以我就要強調一個事實啊，就是說。解放軍的消息憋了，就是這個是解放軍的軍事科技裡面等它的央視的
憋了2年才登出來。所以說那個時候巴基斯坦出去的時候信心滿滿的，印度根本就不是对手啊，对啊，就打成这种結果。好，謝謝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